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所有人都经历过，但几乎没人愿意在公开场合承认的事情——放屁。你没听错，就是放屁。别急就关掉这个影片，因为接下来你会发现，这个看似难登大雅之堂的生理现象，背后竟然藏着一整套关于你身体健康的惊人密码。更可怕的是，当你的屁开始出现某些变化的时候，那很可能是你的身体正在拼命向你发出求救信号，而你却每天浑然不知，甚至还在嫌弃自己怎么屁那么多。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一个正常人一天会放几个屁？5个、10个、20个？答案可能让你大吃一惊。科学研究显示，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平均会排气大约8次到20次，有些研究甚至指出，某些人可以达到25次。而这些屁的总体积加起来大概有500到1500毫升，相当于你每天默默地往空气中释放了1到3瓶矿泉水体积的气体，只是大部分时候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察觉到。这些隐形屁悄无声息地从你体内偷偷溜走，你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自己一个屁都没放，那可不是因为你的肠道特别干净，而是因为你的屁太优秀了，优秀到实现了完美隐身。那么问题就来了，屁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从你身体的哪里冒出来的？为什么同样是屁，有的能震天响却一点都不臭，而有的悄无声息却能让整个办公室的人同时怀疑人生？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最近突然发现自己放屁变多了，或者屁的味道变得奇怪了，那到底是饮食问题，还是身体在发出警告？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天就来一场彻底的屁学探索。首先要搞懂屁，我们得先搞懂你的肠道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什么。你的消化系统从嘴巴开始，一直延伸到肛门，全长大概有8到9米。这条漫漫长路里住着一个超乎想象的庞大居民群体，大约30万亿到40万亿个微生物。注意这个数字，它甚至超过了你全身人体细胞的总数。换句话说，如果从微生物的角度来看，你根本就不是一个著作细菌的人类，你是一大堆细菌凑在一起，假装成了一个人在走路，在吃饭，在上班，在刷手机。这些肠道微生物每天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帮你分解那些你的胃和小肠消化不了的食物残渣，尤其是各种膳食纤维、抗性淀粉和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在这个发酵分解的过程中，它们会像一座座微型化工厂一样，源源不断地产生各种气体，而这些气体就是你屁的主要来源。具体来说，一个屁的成分大概是这样的：99%以上是无色无味的气体，主要包括氮气、氢气、二氧化碳、甲烷以及少量的氧气。等一下，99%以上都是无色无味的。那让你在密闭电梯里恨不得钻进地缝的臭味到底从哪里来的？好，问题，真正让屁变臭的元凶是那不到1%的微量气体，主要包括硫化氢、吲哚、粪臭素和甲硫醇这几种含硫化合物。硫化氢闻起来就是那股经典的臭鸡蛋味道，而粪臭素这东西，光听名字你就已经知道它有多么不留情面了。有意思的是，粪臭素在极高浓度的时候，闻起来确实臭到让人怀疑人生，但如果把它稀释到极低的浓度，它闻起来竟然带有一种花香味。所以科学真的很魔幻，那些让你在公共场合社会性死亡的分子，换个浓度居然可以去当香水。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吧？一个屁里面99%以上的成分其实跟普通空气差不了多少，真正让你身败名裂的不过是那不到1%的恶魔分子罢了。接下来我们聊聊民间那句流传已久的老话，响屁不臭，臭屁不响。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还真有。响屁是怎么形成的？当你的肠道里一次性积累了大量气体，比如你吃了一大堆豆子或者地瓜，这些气体在短时间内急速地通过肛门括约肌的狭窄出口时，就会引起括约肌剧烈的震动。这个原理跟你用力吹喇叭或者气球口放气时发出声响是一模一样的。气流越急促，压力越大，通道越窄，声音就越响亮。
而这种因为大量食物纤维发酵而快速排出的气体，主要成分是氮气、氢气和二氧化碳，含硫的成分非常少。所以它响归响，但基本上并不臭，顶多就是让你在安静的图书馆里被所有人侧目而已。臭屁呢？机制恰恰相反，臭屁的气体总量通常不大，压力也不算高，所以通过括约肌的时候动静很小，悄悄的就溜出来了。但问题在于，它里面含有高浓度的含硫化合物，这些含硫气体主要来自蛋白质的分解。当你摄入大量红肉、鸡蛋、海鲜、奶制品或者蛋白粉这些高蛋白食物时，肠道中某些特定的厌氧细菌会把蛋白质里的含硫氨基酸，比如半胱氨酸、蛋氨酸和色氨酸，一步步分解成硫化氢、甲硫醇和吲哚这些挥发性的化合物。因为气体量少，所以声音小得你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但那个味道啊，足以让方圆3-5米内的每一个人都立刻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眼神开始四处搜索犯人。所以响屁不臭，臭屁不响，这个说法大致成立，但凡事都有例外，偶尔你也会碰上那种又响又臭的救急大魔王。那通常代表你今天不仅吃了一堆高纤维的产气食物，同时还摄入了大量蛋白质，两边双管齐下，屁的音量和毒性同步拉满。可是聊了半天好玩的，接下来才是今天真正的重点。响屁和臭屁到底哪个更危险？什么时候放屁不再只是生活中的小尴尬，而是身体正在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单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偶尔放几个响屁几乎完全不需要担心，那只是你的肠道在正常排气而已。说白了，那是你的消化系统在告诉你它正在好好干活。真正需要你引起警觉的是屁的气味，频率或者伴随症状出现了持续性的不寻常的变化。如果你的屁突然间变得异常的臭，而且不是那种昨天吃了太多蒜的臭，而是一种腐败的像烂肉或者腐烂鸡蛋一样的恶臭，并且这种情况不是偶尔1次2次，而是持续了好几天、好几周甚至更久，那你就真的需要注意了。持续的恶臭屁可能意味着几种不同的状况。第一种可能，你的肠道菌群严重失衡了，某些产瘤细菌过度繁殖，压制了其他有益菌。第二种可能，你存在某种食物不耐受，比如乳糖不耐受或者麸质敏感，导致食物在肠道中发生了异常的发酵反应。第三种可能，也是最需要警惕的一种，你的消化道可能正在经历慢性的炎症、隐蔽的感染，甚至有肿瘤正在悄悄生长。没错，我说的就是肿瘤。而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今天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大肠癌和放屁到底有没有关系？大肠癌，也就是结直肠癌，是目前全球发病率排名前3的恶性肿瘤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每年新发结直肠癌超过190万例，因此死亡的人数接近90万。在东亚地区，过去30年来，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一直在持续攀升，尤其是年轻人群中的发病率增长尤其令人担忧。专家普遍认为，这与饮食结构的西化密切相关。高脂肪、高红肉、低膳食纤维的饮食模式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肠道环境。那么放屁真的能提示大肠癌吗？我要先明确一点，放屁本身不能直接诊断大肠癌，任何单一症状都不能。但屁的某些异常变化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值得你认真关注的早期预警信号。大肠癌之所以如此可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早期往往没有任何明显的症状，没有疼痛，没有出血，没有任何让你觉得不对劲的地方。所以很多患者在确诊的时候已经是中期甚至晚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窗口。但事实上，如果你足够细心，你会发现身体其实从一开始就在不断地向你发送微弱但真实的求救信号，只是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忽视。第一个信号是排气习惯的改变。如果你一直以来放屁的频率相对稳定，突然之间变得异常频繁，或者屁的味道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比如出现了一种腐败的类似烂肉一般的恶臭，而且这种变化已经持续了好几周，那你就必须认真对待了。为什么？
因为当肠道内有肿瘤生长的时候，肿瘤组织可能会发生局部的缺血和坏死，坏死的组织加上肿瘤表面的出血，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会被分解产生特殊的含硫气体和胺类物质，让你的屁带有一种跟以往任何时候都完全不同的腐臭味。这种味道是很独特的，有人形容它像是腐烂的肉混合了金属锈的味道，跟你吃了太多鸡蛋或者大蒜之后的臭屁完全不是一回事。第二个信号是排便习惯的改变，你可能原本每天早上规律地排便一次，突然之间变成了一天要跑好几趟厕所，或者连续好几天都排不出来，又或者出现了便秘跟腹泻交替出现的奇怪模式。这些改变如果持续超过2到3周，就需要引起重视，因为肿瘤如果长在肠道里面，它会直接影响肠道的正常蠕动节律和粪便的推进过程。第三个信号是大便形状的改变，正常的大便应该是成型的，表面光滑的，类似香蕉形状的。如果你的大便突然变得很细，像铅笔或者筷子一样细，或者大便表面带有明显的血丝、粘液，甚至出现了暗红色的血便或者柏油一样的黑便，那就更加需要你立刻重视了。大便突然变细，很可能是因为肠道里的肿瘤已经长到了一定的体积，导致肠腔变窄了。你的大便在通过那个狭窄段的时候，就不得不被挤压成更细的形状才能出来。而便血则可能是肿瘤表面破溃出血的直接证据。第四个信号是持续的腹胀和腹痛。当肿瘤生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可能会造成肠道的部分梗阻。这个时候，气体和粪便都不能顺利排出，你就会感到肚子持续的胀，你拼命想放屁却放不出来，或者好不容易放出来了，肚子还是胀得难受。同时，你可能还会感觉到一种隐隐约约的腹痛，而且这个痛不是到处跑的那种，而是反复出现在同一个位置，固定位置反复发作的腹痛，一定要引起你的高度重视。第五个信号是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和持续疲劳。如果你最近没有刻意节食，也没有增加运动量，却在几个月内体重明显下降了5公斤甚至更多，同时还感觉到一种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的疲惫和乏力，那非常有可能是恶性肿瘤正在大量消耗你身体的营养和能量。肿瘤是一个疯狂的能量窃贼，它不断地抢夺你身体本该用于正常生理活动的资源。现在我需要特别强调一件事，以上这5个信号，如果只是单独出现某一个，大多数情况下是有良性解释的。偶尔一次臭屁，可能就是你昨晚那顿火锅吃多了；几天的腹泻，可能只是肠胃炎；一次的便秘，可能是你最近喝水太少。不要因为看了这个影片，就吓得整天疑神疑鬼。但如果这些信号同时出现了好几个，而且持续了好几周都没有改善，那就千万不要再拖了，赶紧去医院挂消化科，做一个肠镜检查。说到肠镜，我知道很多人一听到这2个字就吓得脸色发白，觉得那一定是一种极其痛苦恐怖的检查。但我要告诉你，那是老黄历了。如今的无痛肠镜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整个检查过程你基本上就是躺在床上睡一觉，醒来就结束了。很多人醒来还会问医生，开始了吗？结果人家已经做完了。肠镜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大肠癌有一个非常善良的特点，就是它从正常的肠道黏膜一步步发展成恶性肿瘤，中间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绝大多数的大肠癌都是从一颗小小的肠道息肉开始的，这颗息肉慢慢长大，慢慢发生细胞异形性，最终才演变成癌症。而这个从小息肉到癌症的转变过程，通常需要5年到15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你在这个漫长的窗口期里做了一次肠镜，发现了那颗息肉，医生直接就在肠镜下帮你切掉，一切就结束了。你从根本上就阻断了大肠癌发生的可能性，一次肠镜可能就救了你一条命。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建议是，一般风险的人群从45岁开始就应该做第一次肠镜筛查。如果你有大肠癌的家族史，那筛查年龄还需要往前再提，可能35岁甚至更早就要开始。如果你的第一次肠镜结果完全正常，没有发现任何息肉，那之后每5到10年做一次就可以了。但如果发现了息肉并且做了切除，
医生会根据息肉的类型、大小和数量，建议你在1到3年内安排复查。所以拜托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害怕或者嫌麻烦就拒绝肠镜检查，用一次小小的午觉时间换来10年的心安，这笔账不管怎么算都是稳赚不赔的。除了大肠癌之外，如果你经常放屁，而且屁的特征很异常，还可能指向你身体其他部位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胃部的问题，如果你有慢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或者消化性溃疡，你的胃就没办法把食物充分消化，结果就是大量半消化的食物残渣跑到了肠道里面，交给肠道细菌去处理。这就像你公司上游部门没把活干完就丢给下游，下游部门加班加点疯狂赶工，自然就会产生比平常多得多的废气。所以如果你不仅放屁多，而且还伴随上腹部的疼痛不适，吃完饭以后的饱胀感、反酸烧心、打嗝这些症状，那问题很可能不在肠子，而在胃。其次是小肠的问题，小肠是人体吸收营养的主要场所。正常情况下，小肠里面的细菌数量是很少的，大部分的肠道菌群都集中在大肠。但是有一种叫做 SIBO 的情况，全名叫小肠细菌过度增生，就是说原本应该老老实实待在大肠里的细菌，不知道为什么跑到了小肠里面大量繁殖。这些不该出现在小肠的细菌会提前对你刚吃进去还没来得及吸收的食物进行发酵，结果就是你饭后不久就开始大量排气，严重腹胀甚至腹泻。 SIBO 这个概念在最近10几年越来越受到消化科医生的关注，被认为是很多不明原因腹胀患者的幕后真凶。然后是肝脏和胆囊的问题，肝脏负责分泌胆汁，胆囊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而胆汁在消化过程中的核心任务就是乳化脂肪，帮助脂肪被人体吸收。如果你的肝胆功能出了问题，比如脂肪肝、胆囊炎、胆结石，那你吃进去的脂肪就没办法被好好消化吸收，这些未消化的脂肪会一路走到大肠，然后被那里的细菌分解，产生大量带有特殊恶臭的气体。所以如果你的屁特别臭，而且你注意到每次吃了油腻食物之后右上腹会隐隐作痛或者不舒服，那你可能需要去查查你的肝胆系统了。再来是胰腺的问题，胰腺是一个非常低调但极其重要的器官，它负责分泌多种消化酶，包括分解蛋白质的胰蛋白酶，分解脂肪的胰脂肪酶和分解碳水化合物的胰淀粉酶。如果胰腺出了问题，比如慢性胰腺炎或者胰腺功能不全，那消化酶的分泌就会严重不足，结果就是食物里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全都消化不了，大量的营养物质原封不动地漏到大肠里，被细菌像过年一样疯狂发酵。这种情况下，你会出现严重的腹胀、频繁的恶臭排气，甚至会拉出那种灰白色的、油腻腻的、冲都冲不走的大便，那就是脂肪泻的典型表现。最后还有一个可能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原因，那就是心理因素。压力、焦虑和长期的情绪紧张，竟然也会让你放屁变多。这背后的机制叫做脑肠轴。你的大脑和你的肠道之间，通过迷走神经和各种神经递质，维持着非常密切的双向沟通。当你处于高度紧张或者焦虑的状态时，大脑会发出信号，让你的肠道蠕动加快或者变得不规律。同时，肠道的通透性可能会增加，肠道菌群的组成比例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所有这些改变都会导致你的产气量增加。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每次考试前、面试前、开会前就特别容易放屁，或者肚子咕噜咕噜叫，那真的不是你肠子有毛病，而是你的脑子和你的肠子在背着你偷偷开视讯会议。说完了各种病理性的原因，我们也得聊聊日常生活中那些让你屁量暴增的常见食物。第一名毫无悬念是豆类，黄豆、黑豆、红豆、绿豆、鹰嘴豆、扁豆，这些豆子里面都含有大量的棉子糖和水苏糖。这两种短链碳水化合物，人体的小肠是完全没有能力消化它们的，因为我们天生就缺乏分解这两种糖所需要的酶，所以它们会原封不动的一路滑到你的大肠里面，然后被那里的细菌简直是开派对一般狂欢式地发酵分解，
疯狂产生氢气和二氧化碳，所以每次吃完豆子放屁特别多，是完全正常的生理反应，而且这种豆子屁通常属于响而不臭的类型。第二名是十字花科蔬菜，花椰菜、高丽菜、白萝卜、大白菜、青花菜、球芽甘蓝，这些蔬菜都含有丰富的硫代葡萄糖，肝在肠道中被分解以后会释放出含硫的化合物，所以吃完这些蔬菜放的屁不仅量多，而且容易带有明显的臭味。但我要特别说一句，这些十字花科蔬菜对健康的益处是非常大的，里面的硫代葡萄糖肝分解后产生的萝卜硫素等物质被大量研究证实具有抗癌作用，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怕放臭屁就不吃这些菜了，那就真的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第三名是高蛋白食物，红肉、鸡蛋、海鲜、蛋白粉，特别是那些健身爱好者每天大口大口补充蛋白质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自从开始认真增肌以后，你放的屁在质量上有了一个史诗级的突破，从微风拂面直接进化到了生化武器。这就是因为过量的蛋白质没办法在小肠被完全吸收，多余的部分进入大肠后被厌氧菌分解，疯狂制造含硫气体，所以健身房里那个特殊的味道有时候真的不全是汗味。第四名是乳制品，根据研究数据，全球大约 65% 到 70% 的成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乳糖不耐受，在东亚人群里面，这个比例更是高得惊人，可能达到 80% 到 95%。 当你喝了牛奶或者吃了奶酪冰淇淋之后，那些你的小肠消化不了的乳糖就会直接进入大肠，引爆一场剧烈的细菌发酵反应，结果就是严重的腹胀、连环放屁，甚至水泻。所以如果你每次喝牛奶都肚子不舒服还狂放屁，那很可能就是乳糖不耐受在作怪，可以试试改喝无乳糖牛奶或者酸奶。第五名是碳酸饮料和各种含气饮品，这个道理很简单也很直接，你喝进去那么多气体，它们总得想办法出来吧，不从嘴巴打嗝出来，就只能从另一头出去，物理学不会骗人。说到这里，顺便聊几个关于放屁的冷知识，保证让你大开眼界。第一个冷知识，屁的速度有多快？科学家实际测量过，屁从肛门喷出的瞬间，速度大约可以达到每秒3米左右，换算过来大概是每小时10公里。虽然跟你跑步的速度差不多，但考虑到这股气流是从一个直径不到2厘米的出口喷出来的，那个局部的压力和速度其实相当惊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响屁的声音能够穿透好几层裤子，依然响彻云霄。第二个冷知识，屁是可以被点燃的。没错，因为屁里面含有氢气和甲烷，这两种气体都是可燃气体，所以理论上如果你用打火机去点燃一个屁，它真的会助火，而且火焰通常是蓝色的。但是我必须非常严肃地警告大家，千万不要去尝试这个操作，这是极其危险的行为。曾经有人因为点燃屁而造成严重烧伤，这个冷知识仅供科学欣赏，绝对不要付诸实践。第三个冷知识，你睡觉的时候照样在放屁。很多人以为自己睡觉的时候不放屁，其实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研究显示，人在睡眠中的排气量跟白天差不多，甚至因为平躺的姿势和肌肉放松，气体排出的更加顺畅。所以你的枕边人可能对这件事比你自己清楚得多。第四个冷知识，科学家一直在研究用屁来诊断疾病。这个听起来很荒谬，但其实非常前沿。英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在2014年前后开始开发一种叫做电子鼻的设备，它可以分析呼出气体和排出气体中微量化合物的组成比例，从而判断肠道里是否存在异常。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这种设备在区分大肠癌患者和健康人群的排气成分方面，准确率竟然相当高。也就是说，未来某一天，你可能真的只需要对着一台机器放个屁，就能完成一次肠道癌症的初步筛查。科技发展到这一步，你不得不感叹，有时候最接地气的东西，反而蕴含着最前沿的科学。第五个冷知识，憋屁会怎样？很多人在公共场合会拼命憋屁，那些被你憋回去的气体去哪了？答案是它们并不会消失，一部分气体会被肠壁重新吸收进入血液，
然后随着血液循环，最终到达肺部，通过你的呼气排出体外。没错，你没看错。如果你憋屁憋得太厉害，那些气体最后可能会从你的嘴巴里呼出来。这个想法是不是比放屁本身还要让人觉得尴尬？另外一部分被憋回去的气体会在肠道里继续积聚，导致腹胀、腹痛，甚至可能影响肠道的正常蠕动功能。所以偶尔在不得已的场合憋一下问题不大，但长期频繁的憋屁对肠道健康确实不太好。能放就放吧，你的肠子会感谢你的。知道了放屁的各种原因和这些有趣的冷知识，你可能想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减少放屁的尴尬？其实是有一些实用技巧的。吃饭的时候慢一点，细嚼慢咽，可以大幅减少你吞进去的空气。如果你平时不太吃豆类，不要一上来就猛吃一大碗，要循序渐进的增加量，给你的肠道菌群时间去适应。每天保持适度的运动，散步、慢跑、瑜伽都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气体更顺畅的排出。学会管理压力和焦虑，你的脑肠轴真的会感谢你。如果问题持续困扰你，也可以尝试补充经过临床验证的益生菌来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最后，我们来说说什么情况下你应该放下一切，立刻去看医生。第一，如果你的屁突然变得异常频繁，每天远远超过20次以上，而且已经持续了至少2到3周，调整饮食后也没有任何改善。第二，你的屁持续散发出一种你从来没闻过的腐败、恶臭或者金属味，而且明确跟你的饮食变化无关。第三，频繁放屁的同时，你还伴随着排便习惯改变，大便带血，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持续的固定位置，腹痛或者严重腹胀。第四，你突然完全放不出屁了。千万不要以为不放屁是好事。如果一个原本正常排气的人突然停止了排气，同时伴随剧烈腹痛和腹胀，那很可能意味着肠梗阻，这是一种需要紧急救治的急症。以上任何一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请不要犹豫，不要等待，不要自己上网搜索吓自己，而是直接去医院挂消化内科，让医生来判断。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8个字在消化道疾病的领域里面，每一个字都值千金。好了，到了这里，让我们来做一个完整的总结。放屁是一种100%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人每天都在放屁，不管你是总统还是明星还是你的暗恋对象，所有人都一样。屁是你肠道里数十万亿微生物辛勤劳动的副产品，是你消化系统正常运转的证明。响屁大多数时候是完全无害的，只不过是大量气体快速排出时的物理震动。臭屁虽然社交杀伤力极其巨大，但偶尔的臭屁也只是你晚餐内容的忠实反应。真正需要你打起12分精神去警惕的是放屁的频率、气味和伴随症状出现的持续性的异常改变。这些改变可能指向肠道菌群的严重失衡，可能指向某种食物不耐受，可能指向胃部、小肠、肝胆或者胰腺的功能问题，也可能是大肠癌或其他消化道肿瘤的早期预警。永远记住一件事，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要诚实得多，每一个屁都是你的肠道在试图跟你对话。有时候他说的是今天那锅麻辣豆腐吃太多了，但有时候他说的可能是拜托你带我去看看医生好不好。学会认真倾听你的屁，本质上就是学会认真倾听你自己的身体。最后送大家一句话，不要因为放屁而感到羞耻，因为那是生命的声音，但也绝对不要对异常的屁视而不见，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比在电梯里放了个响屁更尴尬的事情，就是你的身体明明已经通过放屁拼命向你发出了求救信号，你却只顾着捂鼻子假装不是自己放的。